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年夜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美漫辛巴森一家第19季第14集。难得到了晚上，辛巴可以好好享受一下夫妻生活。然而辛巴实在是太胖了，稍微接一下吻就喘个不停。辛巴有些担忧丈夫的身体状况，不过也没有多说什么。第二天晚上，辛巴刚好停车，就兴冲冲地往家里赶。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吃到香喷喷的饭菜了。不料今天晚餐竟然是开水煮菜叶。辛妈说这给他准备的新减肥餐，辛巴难以接受。原来计划不是好好的吗？辛妈说自己昨晚见他毫无精力，让他很担心，于是就雇了一个营养师北西白薇。白薇告诉辛巴，他自己以前有400磅，可现在却从臃肿变成火辣，一切都得益于简单营养疗法。总的来说，就是无论想吃什么都吃灯笼椒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辛巴都将灯笼椒作为主食，无论是在外看比赛，还是在自动贩卖机上购买，甚至在老谋子酒吧，灯笼椒都是辛巴的不二之选。然而到了减瘦成果的时候，辛巴竟然长胖了7磅。他解释说，肌肉比脂肪重，但很明显他是在胡扯，因为他的身上全都是肥肉，减肥没有效果，让辛巴心生怀疑，你不会偷偷加餐了吧？辛巴当即表示自己被冤枉了，而且还说不愿意再跟辛妈这种小人说话，说罢就离开了，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肉还被夹着。辛妈自然是不信的，毕竟那肥肉围起来都可绕房子一圈了。为了抓到实据，他在房间里东翻西找，不料辛巴来到他的背后，嘿，在找什么呢？我也在找东西，一个难吃的灯笼椒。说着就当着辛妈的面吃了起来，然后得意的离开了。兄妹俩又在家里拌嘴，辛妈忙过来调解，刚好看见电视上正在播放一档节目《真相大追踪》，主持人表示，如果恋人欺骗了你，就可以拨打他们的节目热线，如果相信也可以拨打，因为大多数欺骗发生时，人们并不知情。辛妈眉头一皱，结识欺诈，这节目管吗？这么想着，辛妈就让兄妹俩都赶了出去。他表示自己要打一通成人电话。没过多久，节目组的人就来了。辛妈向主持人展示辛巴的照片，他说自己怀疑他减肥耍花样，因为曾经他就会躲在厕所吃零食，而现在这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了。说着，他忍不住哭了起来。主持人安慰道：“别冲着我哭，来对准那边的镜头。”跟节目组合作之后，辛妈就没怎么管孩子们了。即使发现他们有些不太对劲，但看到准备出门的辛巴，他就忘了询问孩子们。明明是周六，辛巴却说出去上班。孩子们且不论，这男人肯定有事儿瞒着他。等到辛巴出门之后，辛妈拨打电话，目标已上路。辛巴丝毫没有发现，他后面还跟了一个大尾巴。停车之后，辛巴又走进了一家餐厅。将进门，主持人低声说了一句：“注意进卷。”听到指令后，摄影师也跟了进去。他让辛巴吃东西的过程全都录了进去。回家之后，辛巴心情大好，他带回来了满满1箱子辣椒酱和薯片。谁知还没有吃进去几口，就有人回来了，是小新和新小妹。辛巴一见他们就异常慌张，但没想到他们也同样慌张。3人说的话都是牛头不对马嘴。听到动静后，辛巴跑了过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所有人都是统一的回答：没事儿。要说为什么兄妹俩会这样不安，就得提到另一条故事线了。当时兄妹俩被辛妈赶出去之后，来到春田国家公园。小新很惊奇，他还不知道镇上有这样的地方。小妹有些无语：“你上周才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报告。”小新表示那都是在网上抄的。兄妹俩没骑多久就遇到了跪在地上的马丁。新小妹有些好奇他在做什么。马丁表示他正在考古寻找建筑，利用假期做这种事儿。小新觉得这哥们指定是有点毛病。不料妹妹也加入了考古队伍。马丁拿起自己用的刷子，邀请小新一起来，让他来刷，自己来吹。但他怎么会将时间浪费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呢？于是乎就骑车离开了。又骑了一段距离，小新遇到了正在睡觉的骨头男。骨头马丁，小新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恶作剧。他取下骨头不久就找到了马丁和新小妹。他告诉他们自己有一个重大的发现。将马丁带过去之后，果不其然，他被露出了小半截骨头吸引出目光。然后马丁蹲了下去，仔细的刷上面的灰。而此时小新拿住了绳子的另一端，他重重一拉，骨头破土而出，正好打中了马丁的脑门。这孩子在惊恐中不断倒退，然后从栏杆上滚了下去。还好有一个平台接住了他。小妹找来了一根长杆，想把他拉上来。不料此时马丁正处于昏迷状态，小妹的杆子一戳，将他戳下了山崖。这下马丁是彻底掉了下去。小新吓坏了，立刻打算逃离现场。小妹救住了他，不能就这样跑走。小新想了一下，妹妹说的对，所以他选择骑上自行车逃跑，顺便摇着铃铛驱逐恐惧。兄妹俩回到家后，小妹很认真的对哥哥说，马丁很有可能受了重伤，甚至更糟。但小新根本不想听这些，他打开了电视，想赶走这些坏想法。谁知刚好此时一条新闻播了进来，肯特表示一个小男孩在春田国家公园坠落，警方找到了遇难者的护衣袋，上面清楚写了他的名字马丁普林斯。警长断定这是场意外，马丁现在应该已经被豹子吃进了肚子里，因为他现在还在不断吐着他的寸山。新闻播报完毕后，兄妹俩面如死灰。小新很慌，怎么办？我们杀人了。小妹有些生气，我那是想帮他，顶多就是个共犯。等等，我是个共犯。这么想着，他又幻想出来在监狱撸铁的样子，墙上挂着当年让他入狱的新闻。流动图书馆里永远没有他想要的书，这实在是太恐怖了。小恩是真的害怕了，当即打算去警察局自首。小妹目光闪烁，紧接着他拉住了哥哥，先等一下，马丁确实是死了，但这只是意外，即使毁了我们的生活也于事无补。小新不敢相信这新小妹能说出的话。你是说我们不该说实话吗？我是说这比1万个 A 减都还要糟糕。正好此时亲妈走了过来，兄弟俩还在外面玩的怎么样？小妹飞快的答道，我没出去，我们一直在家里。亲妈眉头一皱，觉得有鬼。女儿语速快不是个好兆头，但最终她还是什么都没有问。
吻。没过多久，学校就召开了马丁的追悼会，校长在台上为他做了祷告。马丁是个腼腆别扭的孩子，他永远也不能履行承诺，长成一位奇怪和令人讨厌的大人了。紧接着播放了一段追忆片，在幻灯片中，那个小男孩是那么的开心。虽然在大多数时候他都是独自一人，但他总能找到让自己快乐的办法。小新看这个短片之后，更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伤心不已。小妹直接在一旁不断提醒他，周围还有这么多人看着呢。兄妹俩对话引起了小胖子的注意，他觉得马丁的死因没有这么简单。他恐高，按理来说不应该出现在悬崖边上。红发无力将马丁所有东西全都扔进垃圾桶里。他没走多久，小新就钻了出来，眼看四下无人，他带走马丁的遗物。另一边，小胖正在调查事故现场，他没过多久就发现带绳子的骨头。时间回到辛巴和兄妹俩对辛妈说谎的时候，当天晚上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眠夜。辛妈对空荡荡的床，不知丈夫又去了什么地方。辛小妹不安地望着天花板沉默。小新正看马丁的日记，那里面详细记录蝴蝶破茧的全过程。另一边的旅馆中，辛巴带回了一大块烤羊肉，今夜是他对美食的极致享受。主持人透过摄像头看到这一切，忍不住对录像人说：“算了，这太辣眼睛了，还是关掉吧。”第二天出门的时候，小妹戴上墨镜遮住眼睛，本想低调行事，却撞上警员阿卢。他很亲密地摸了摸他的头：“你好啊，小杀人犯。”这句话可把辛小妹吓得够呛。不过阿卢其实只是想夸她很酷。在霍家面前，小妹让哥哥装成购物的样子，还让他俩不要靠得太近。眼见阿卢正注视着自己，忙拉住哥哥的手，佯装自己被欺负。这时小胖子走了过来，他对兄妹俩胡扯了几句之后，临走之际才不经意切入了正题。小胖子说自己去了春田国家公园，也就是马丁坠崖的那里。他发现一个系着绳子的骨头，正像是有人在整蛊马丁。小胖子询问小新：“你最喜欢整蛊了，不是吗？”一听对方怀疑自己，小新有些口不择言：“我是喜欢恶作剧，但其他人也喜欢啊，比如说习医生。”没想到习医生就在他身后。我讨厌恶作剧。小胖子没有再理会小新狡辩，因为他要赶回去吃晚餐了，徒留下兄妹俩大眼瞪小眼。晚上，辛小妹偷偷来到了小新的房间，她说自己已经想到了办法，那就是停尸间砍下一只手来，然后再把指纹全都印在栏杆上。但她没有想到，小新并没有回应自己。打开灯一看，裁判娘根本就不在卧室，枕头上面放有一张她留下的字条：“我不能带着内疚活下去，我要去马丁家把一切了结。”另一间卧房，辛巴正在打电话，他想确保自己的烤羊肉还安然无恙。辛巴向他的宝贝留言，他今晚就要去找他。接到消息后，辛小妹飞快向马丁家赶去。一进到后院，他就发现小新在往梁上扔绳子，他忙冲进去，企图制止他的疯狂行动。不料小新只在帮马丁织蝴蝶的帐篷。马丁日记上说，蝴蝶卵今天就要化蝶了，要接一切的意思就是完成马丁的化蝶计划。辛小妹觉得这可怕想法快要把他给逼疯了，照这么下去，自己非进疯人院不可。小新忙抓住妹妹，想让她快点冷静下来，但辛小妹做不到，然后兄妹俩又扭在了一起。这时他们听到稀稀疏疏的响声，原石树上的蛹都快要破茧成蝶了，两人都被这美丽的景象吸引住了。突然，马丁声音在帐篷里突兀的响起：“你们好，我的朋友们，这段诱人的琵琶独奏能缓解你们变幻的痛苦。”通过仔细查看，兄妹俩发现这只是一段录音。辛小妹走过去关掉了录音机，却不曾想这段琵琶独奏仍在继续。更可怕是，这种款式录音机并不具备倒带的功能，这下可把兄妹俩给吓坏了。难道是马丁回来锁魂了？另一边，辛巴已经来到了餐馆，他的超大份奶油马肉也端了上来。就在伸出勺子的一瞬间，他听到妻子愤怒的声音，看着辛巴那怒不可遏的样子，辛巴只得连连认错：“宝贝，我不是有意骗你，我只不想看你美丽的眼睛闪现失望的神情。”辛巴扬起手，就打算给眼前之人来一耳光。主持人见他这副架势，也在一旁煽风点火，就是这样狠狠扇下去。没想到挨打竟然是主持人自己。辛妈已经意识到这人并不是来帮自己拯救婚姻的，相反，他是在破坏他们的关系。辛妈表示，她宁愿自己的丈夫肥胖而非性感。辛巴万分感动，说要是真有个真人秀，名叫《肥仔也爱妻》，那自己一定会第一个报名。事到如今，再拱火也是没有意义。主持人表示，他今天在辛妈的身上收益良多，现在他要回到剪辑室去，给辛妈一个分子形象。此时，蝴蝶帐篷里的音乐还在继续，小妹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到声源，一不小心还碰到了柜顶上的花蜜，翩翩起舞的蝴蝶瞬间就包围了她，驱散之后还有一只留在她脚上。她刚伸出手想弹走它，却不料发现蝴蝶只是卡住了。将它放走后，小妹幡然醒悟，她刚刚差点就伤害了一条无辜的性命，就让她当时一不小心害得马丁殒命。她再也不能忍受自己向着怪物靠近了。小妹仰天大喊道：“大家听着，我们杀了马丁普林斯！”这时，影中小胖子走了出来。原来刚才音乐都是他在演奏，目的就是为了套出他们的真心话。为此，他准备充分，甚至还将小妹声音都录了下来。小妹快步走到小胖子的身边，我觉得很欣慰，是你发现了，还记得我们约会过吗？如果你放了我，我们就能破镜重圆。但小胖子根本不买他账，直接推开了辛小妹，让她去跟狱警说。这时马丁走了出来，让他们小声一点。蝴蝶宝宝还在旁边呢，他的确没有死。他向大家讲述了事前经过，多年来他都穿着三角裤，兜腰型腰带。那一天也是他在关键时刻救了自己，那时他刚好落在了 BOSS 窝边，本以为自己死定了，没有想到突如其来的反弹救了他一命。他落在一个小岛上，接下来的时间他都在设计逃生筏，制作短裙。小胖子一拳打断他炫耀裙子，表示能活着回来就
就好。他希望幸福的兄妹能在这事件中得到教训。小妹学到她鞋子光鲜亮丽，但里面包裹着的是2只极臭的袜子。小新学到的是傻一个呆子，一点都不好玩。生活安稳与问心无愧，如果是你，你会作何选择？马丁的意外死亡揭示了兄妹俩2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。小妹作为智商担当，一直都是家里最聪明的存在，思考问题也自然更加深远，所以她会努力补救哥哥犯的错误，但也会酿成大祸后极力掩盖，甚至不惜砍手也要毁灭罪证。她的确是很聪明，但也是真的冷血。她无法无视任何弱小生命，却能够对一条人命缄口不言。反观小新，他确实没有妹妹那么聪明，甚至一开始就想过逃走，可也是他在努力完成马丁的遗愿。也许小新的行为的确很傻，却实实在在守住自己心底的善良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